这个 CODEEP 的 AI 的这个技术是中央气象署跟 NVIDIA 在过去的一些合作的成果。主要的目的呢，是把这个比较模糊的这样的预报的资讯呢，提升到比较高解析度，从25公里提升到2公里。那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张模糊的照片变清晰了。当我们的这个资料的解析度提高以后，一方面呢，比如说对于风力的预报，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准确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，它有往南调，再往北，然后再登陆。以现在的这个25公里的模式解析度，我们大概要花2-3个小时的时间。那如果说我们用这样的降磁度的模型的话，加上前处理的话，可能只要1-2分钟就可以产出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所以它变得非常的快速。气象署呢也在推动第7代到第9代的超级电脑的建制。那希望呢，透过算力的提升呢，来让我们建构这个模型呢，能够有更好的表现。我们第6代高速运算电脑呢，特别引进了 GPU server。那这跟前5代的高速运算电脑有极大的差异。在这一代，我们引进了NVIDIA 的 A100的晶片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是过去气象署所没有尝试的。那在这里面最明显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对雨型的掌握会更佳。我们就举今年这个凯米台风，那在整个降雨的形态，甚至是降雨的时间点的掌握，都还算是可以的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，那也提供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那让我们的政府可以去做一些先前的部署。这次凯米台风其实看到一些根据不同的条件，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初始条件，然后去做出来的这些 AI 的路径，都可以看到，其实它表现起来都不差虽然也有一些向北的偏折的状况，可是实际上其实都很接近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这个情形就显示其实 AI 是有能力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路径的预报。它作为一个工具，帮助我们可以预报的越来越好。那我觉得人应该是在判断这些资料，或者是去诠释这些资料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取不取代的问题，主要还是就是我们在参考这些资料的时候，可以帮助我们的预报做得更好。地震预警其实不是地震预测，都在地震发生之后才能进行的一个作业。但是地震它不会一开始就有很大的震波，这个 AI 的预警就是从这个小的震动的讯号里面去提取一些特征，然后透过 AI 的模型，然后去预估后面可能会到达的地震波那个震动有多大。传统的方法它需要测站分布很均匀，现在的作业情形大概地震发生后7秒钟到10秒钟可以发布警报，但如果是 AI 的话，有可能在4秒钟或5秒钟发布警报。这套系统目标就是要用在正式警报的发布。那目前要克服几个问题，就是让它的稳定性要再高一些。我们传统的方法在未来也不会丢掉，所以未来其实是 AI 系统跟传统方法如何结合，让整个警报发布可以更全面，然后又更完整这样。